这个虾人刚刚穿越修仙世界，不料就掉进了山贼窝。本想趁机逃脱的他，却发现自己即将成为邪修口中的血食。李仙师，这里就是沉水河，此地已经是大水国境内。造筏渡河，继续北行。是。快送2个血石进来！血石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哎，嘿嘿，这肥头大耳的，一看就是珍稀物种，显示肯定满意。哦，我靠，这次的穿越项目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哦，谁他娘的偷袭老子？给老子滚出来！老二。嘿嘿，还好本虾聪明过人，这下他应该吃饱了吧？哎，不好，无命休矣！魔头，这次看你往哪里跑！那是什么？好像是一柄剑。等等，剑。我怎么晕了？这是那2个神仙打斗造成的。死了。那些山贼身强力壮，很可能和自己一样，只是昏迷，并没有死。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要杀我。幸好骨头没断，不过短时间怕是不能走路了。那是。这2人和山贼不一样，现在反而是逃跑最好的时机。河水不急，乘坐木筏就能离开这是非之地。嘿嘿，不管了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同归于尽了。长这么吓人，一看就是魔道修士，活该被人劈成2段。还好前身识字。为什么这些字单独我都认识，连起来就看不懂了？这好像就是块普通的羊皮，这也算仙人，也太穷了点吧？阎罗斑，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嘿嘿，恩公你怎么样？恩公你还能活吗？这些可怕的沟壑就是这柄小剑造成的吗？不知恩公名讳，这锦囊我便留作信物。倘若日后有机缘找到恩公家人，再物归原主。得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方才动静如此之大，怕是附近有人会前来查看，保险起见。转眼之间，几十条人命尸骨无存，修仙世界当真是残酷无情。刚才怎么忘了在山贼那里顺点食物？这大半夜的，我上哪去填饱肚子？这是天上掉咸鱼吗？还真是命不该绝。
这是什么？哦，又遇上钩了。嘿，哎，还是个大货。等等，老大，那好像是个人啊！看准了，拽绳，嘿，小弟家人不幸被一伙山贼抓住，昨日那些山贼遇到死对头，小弟才趁乱逃了出来，幸好诸位恩公出手相救。相逢即是有缘，伸出援手也是应有之义。我明白江兰比小兄弟吃长几岁，如若不嫌弃，叫我白大哥即可。白大哥，我观你腿脚不便，来，我帮你看看腿上。白大哥，你是传说中的仙师吗？小子，你连山贼都能杀，不知道这是真气。算你小子运气好，遇到白老戴，愿意损耗真气帮你疗伤。我只是个武夫，并没有仙师的手段。这真气也叫内力，只能帮你缓解痛苦，将伤处的淤血化开。你的腿骨没断，下船后找一位郎中，不出1月，你就能恢复如初。春桃姑娘来了。白统领为何在此处停船？回禀春桃姑娘，方才我们看到江中心有一人遇险，所以停船搭救。哼，来人，把他给我丢下去！春桃姑娘，万万不可！姓白的，王爷让你护送大小姐，你就是这么护卫的？这小贼身上都是血，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万一是刺客，惊扰了小姐，你有几个脑袋？春桃姑娘息怒，方才已经查看过，这位小兄弟不通武艺，是被山贼祸害的可怜人。况且他腿骨有伤，行走不便，有我们兄弟看着，定不会惊扰到小姐。后面不是拖着2条小船吗？送他1条，让他滚蛋。春桃姑娘有所不知，此处刚入九叠峡，是乌陵江水流最急、最险的所在。不如这样，让小兄弟留在尾舱，今晚我亲自守着，明日到三乌城就把小兄弟放下去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虾兄弟，春桃姑娘也是心系小姐安危，你不要在意。委屈你先去尾舱歇息1夜，我会命人给你送些吃食。三乌城南北通衢，乃是客商必经之地，说不定有虾兄弟的同乡。白大哥救命之恩，家人无以为报。这些金银是我杀的那2个山贼身上的，指望白大哥不嫌脏手。白某昔日武艺低微，行走江湖，多蒙侠义之士相助，才有今日。如今不过是效仿先贤，行些小义之举，银钱之事休要再提。白大哥当真是一位英雄豪杰。山乌城到了。哦，虾兄弟，后会有期。白大哥救命之恩，小弟铭记于心，他日若有机会，定当报答。小兄弟，这三乌城行商数不胜数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，下了船一定要小心，把钱袋藏好，别漏了白。等找到同乡，赶快回家才是。多谢周大哥提醒。公子是第一次来三乌城吧？不敢当，我叫虾仁，是来找神仙的。看您这把式，在江上跑船不少年了吧？可曾见过神仙？虾老弟就别拿小老儿开心了，小老儿8岁就跟着爹娘跑船，从没见过什么神仙。不过翠明山青阳观里倒是有一位活神仙。活神仙？这位活神仙在附近名声可不小，就是那青阳观的祭心道人。自从他接手青阳观后，不求香火，施药治病，不论跌打损伤、风寒湿热，只要求上门来，都会好心诊治。医术未必多好，但诊金很低，若是实在没钱，也可以记账。即使3、5载不还，他也不去讨要。名声渐渐传开，加之其青阳观观主的身份，得了个活神仙的名号。看着确实像是神仙住的地方。
公子是上香还是治病？小道长有礼了，我前日伤了腿，请道长帮忙看看。小兄弟腿骨没断，我给你开个方子，养上1月便能痊愈。道长，我听说北边逃难来的人源源不断，以后找您看病的肯定越来越多。关中只有您和小道长2个人，还要上山采药，怕是忙不过来。小兄弟方才也看到了，来往善信都是穷苦人，一年赚不了几文香火钱，养不起道士。不瞒道长，晚辈不小心伤了腿，活路难找，才起了心思。晚辈曾在村里跟着夫子读过几年书，识得一些字，可以帮助道长誊写记录，研磨草药。我不求月钱，只求能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。罢了，我一穷酸老道，也不怕小兄弟图贫道什么。下人穿越修仙世界，刚刚死里逃生，就舔了一正一魔2个修士的包，可无奈自己没有修仙法门，空有一堆装备却无从下手。这个锦囊无论怎么尝试都打不开，羊皮不知用途，木剑和黑帆应该是仙家法器。至于这本幽冥经，每一句都晦涩难懂，其中还有许多字不认的。看来真的要沉下心来，在青阳关学经一段时间了。而当下，白大哥，如果我现在开始学武，能不能练成您这么厉害？我算什么？江湖上那些先天高手能真气外放，内力催生剑芒，甚至传说有位先天高手斩杀了一位仙师，那才叫真的厉害。仙师能被练武的人斩杀？那白大哥见过仙师吗？仙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有几个真正见过？世间求仙者无数，最终都在深山大川哭号一声。你可不要陷入执念，浪费了大好年华。白大哥，您还没说，如果我现在学武，能学成吗？你觉得怎样是学成？练出内力。难。那能诛杀为恶的贼寇呢？贼寇也有武艺高强者，不过难得你有此心，我可以传你几式伏虎长拳，教你有几分自保之力。这门功夫不是什么高深武功，是武林最为常见的拳脚功夫，也可借枪棒施展，一般镖师都能耍上几式。师兄，你白天为什么一直跟那些人打听山上的神仙传说？你也想学仙？神仙啊，谁不想当？可惜这些传说没一个靠谱的。师傅以前说过，去深山大川里肯定找不到神仙，仙师不会待在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，那些传说都是假的，你不要信。小子，你要是想在翠明山找仙缘，贫道劝你别费力气了，赶紧下山老实过日子，免得断了你瞎家的香火。我家里还有2个兄长呢，不用担心传宗接代。道长，您学识这么渊博，以前身份肯定不一般。您原本是做什么的？贫道打小就是道士，不过你师祖也就是为师的师傅，曾是御医，后来出家为道，自号云游子。这一身本事都是从你师祖那里得来的。师祖他老人家官拜御医，行走进宫，肯定知道许多隐秘吧？难道他亲眼见过仙师？不曾见过，不过师父当御医时听到过不少传言，说曾有仙师在宫中出入，和王族贵胄交好，财色名利迷人眼。在贫道想来，所谓的仙师恐怕也难逃7情6欲，算不得超脱。修仙之人不是饮朝露参烟霞，顿身名山大川，洞天福地，俗世不沾身吗？竟然错了，难道要去京师碰运气？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，
师尊他老人家做御医30余载，日日出入宫为王府，也未曾亲眼见过仙师。况且，如果京师真有仙缘，那些皇子王孙起步要争破脑袋，还能轮得到你？万里的草药不够了，明日我进山采药，你随我同去。道长，您来这么深的山里采药，就不怕虎狼把您吃了？外面的草药早就被人采光了，只能进山。你不是有武艺傍身，怕什么？道长，您就别笑话我了，我那点粗浅的功夫上不得台面。我看明月跟你学的那门拳法好像意犹未尽，是不是不全？道长好眼力，这门伏虎长拳是就我的那位大哥传授于我，只来得及传我3式。不过这门拳法很是普遍，过段时间我去城里的镖局请教，就能补全。道长，您不会不想让明月学武吧？他跟你练了2月，贫道可曾阻拦？今年的雪比往年早得多。这个世道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，世事难料。明月能有一门武艺傍身，也是好事。贫道早就和你说过，这方圆100里的山峰，贫道都走遍了，从未见过什么神仙。寻仙人留下的尸骸倒是见过不少。难道道长已经达到了心如止水的境界？道长，您是怎么做到摒除杂念、平心静气的？你看了那么多道经，记住多少？这么长时间只顾着认字翻译幽冥经了，那些经书从来没好好读过。静心静气，练字吃饭也是修行。你可还记得清净经？记得一部分。随我念：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山洞中响起一老一少诵经的声音，一遍清净经念过，虾仁猛地睁开眼。他曾多次尝试修炼幽冥经，始终不得入门。今日静下心来诵经，却让他心头产生了一丝明悟，仿佛找到了正确的路子。道长，我以后能不能跟您一起做晚课？你念不念经，与贫道何干？此后，虾仁每日早起晚睡，跟随老道士和明月做早晚课。转眼间年关已过，持续2个月的坚持下，虾仁入定的功夫见长，有时不知不觉便打坐一整夜。阳春3月，草长莺飞，近4个月的枯坐，虾仁体内终于出现了经文上说的气，切实感受到那一丝微凉的气。虾仁仿若在梦中。春去秋来，不知不觉间，虾仁已经在道观里住了1年，而幽冥经也已修炼进入第2层。这就是修炼带来的好处吗？按照功法里所说，突破第2层就可以驾驭阎罗幡了。偷袭！哎，师兄，咱俩明明练的都是同一门武功，怎么你比我厉害这么多？可能这就是天赋吧。对了，师兄，今天我听那些病人说，因为北境叛乱，久久无法平息，圣皇下诏告天下能人志士赴北境参军平乱，如果立下不是奇功，封王封侯指日可待。师兄，你功夫这么好，就不想去试试吗？财色名利迷人眼，在贫道想来，所谓的仙师恐怕也难逃7情6欲，算不得超脱。接近王侯贵族，说不定就能接触到仙师，那可是战场，万一不小心就会被流矢干掉。更何况这天下能人异士那么多，咱们这3脚猫功夫也就能打打这山里的野鸡。老吴来道观已经半年了吧？吴施主也是北境逃难来的，据说一家子就剩他一个了。师父见他可怜，才将他接到山上来住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老吴那么瘦小的身子，力气居然这么大。该做晚课了，咱们也快回去吧。这旗幡透着邪意，又是那个黑衣人的武技，就算是修仙者的武技，说不定也是魔气、邪气。但我连魔头的功法都修炼了，到这个时候再担心这些，是不是晚了点？不管了，干了，兄弟们！
我这是死了吗？这不是穿越前我身上佩戴的那块玉佛吗？没想到居然也跟了过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个恶鬼呢？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难道这是自己的魂魄？玉佛救了我，我可能还没死。这里会不会是我身体里面？怎么才能出去？我居然没事。他怕玉佛，玉佛在我体内，所以他也怕我。那我能不能驱使他？糟糕，刚才动静有点大，可能把老吴惊醒了。不好！老吴死了，好像和我的魂魄不一样。老吴的魂魄和他的人一样高大，难道是自己修炼幽冥经的缘故？老吴，你还认得我吗？认得。魂魄竟能说话，老吴的魂魄要比活着时候显得年轻多了，卑躬也不妥。虽然和老吴没有交情，但是毕竟同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半年，最终却因为我的莽撞而死。老吴，你有没有什么未了的遗愿？对了，你的家人还有谁在世吗？我没有家人。这家伙绝对是个祸害，任凭他胡作非为，以后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的人被害。老吴死在我的门前，后手需要处理干净，否则会有麻烦。趁着老吴还没有僵硬，把他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。老吴直接被勾走了魂魄，身上没有外伤，就算官府的仵作也查不出什么。先弄清楚这个恶鬼是怎么回事。阎罗幡，辅助修炼幽冥经的器物，幡中豢养阎王，能吞噬灵魂和阴煞之气，孕育魂丹。修炼之人借魂丹之力，可大大提升修炼速度。使用时务必小心谨慎，万不可太贪心，以防阎王弑主。原来如此，那个黑衣人实力强，所以能压制阎王，但自己才刚刚进入幽冥经第2层，难怪幡中阎王会反噬。如果不是玉佛庇护，说不定自己已经喝上孟婆汤了。这个世界诡异的东西太多了，以后必须事事小心。回来，出来，取一枚魂丹给我。唉。果真如文字中所言，修炼速度远超之前。可文字中说得很清楚，想要得到更多魂丹，就必须让阎王吞噬人类魂灵或者阴煞之气。难道自己真的要变成杀人魔头？这一夜发生了太多事，虾仁的心情大起大落。很快天亮了起来，虾仁佯装无事，像往常一样烧火、练武、做早课。等到午时，才假装刚发现老吴死了，满脸惊慌地喊来老道士。祭星道长没发现疑点，只能判断老吴天天拉纤，劳累太甚，体内精气耗尽，梦中惊厥而死。老吴没有亲人在世，葬礼一切从简，只有老道士给他念了几卷经。虾仁蹲在坟前烧了满满一盆纸钱。杀人者虽是恶鬼，但却是因我莽撞而起。老吴，以后我会帮你找一个小子，过继在你名下，给你吴家传继香火，你就瞑目吧。谁？没想到破道观里的道士也有能看破我身法的眼力。这么说，老吴是死在你手上？
不可能，老吴的死天衣无缝，外人不可能发现得了。看来真是你。老吴之前说这道观里只有2个会拳脚的小道士，不足为虑。没想到他也有阴沟里翻船的时候。小子，我很好奇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意思？老吴纤夫的身份是假的？那他潜伏在道观长达半年，有什么目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老吴因在渡口拉纤劳累而死，和我没关系。他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不信你去开棺验尸。哼，还敢嘴硬，一会儿看你招是不招。消失了。不对。杀了他。他的魂魄和肉身的长相一样，所以老吴极有可能是易容的。老吴潜伏在道观里有什么目的？监视渡口，等待任务。你怎么知道老吴死的？今日守门人传下任务，我用信鸽传信老吴，没有得到回应。守门人是什么人？什么任务？你们都是什么人？通过询问，虾仁得知这个杀手和老吴是搭档，隶属于江山楼，是江湖上的顶尖杀手组织。此次潜伏在三乌城，是上级通过守门人下达的任务，具体目标需要明日清晨会合守门人才能知道。如果你不回去，江山楼会不会派其他人来找？杀手无故失踪，守门人会上报江山楼，派人前来调查，直至查清为止。还有谁知道你今晚来道观？守门人。还有谁知道老吴住在道观？守门人。他住在哪里？三乌城南城福柳巷地字13号。道长明月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定不会牵连你们。不好了，师兄的房间着火了！师傅，快救火！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把青阳观摘出来。老吴啊，老吴，你当初为何偏偏选择青阳观呢？救！就是这了，把里面的人都杀了。你就是守门人。我问你，有多少人知道老吴和黑衣人在青阳观出没？只有我一个。为何？江山楼分布严密，各郡皆有分坛。为了防止被人顺藤摸瓜端掉分坛，守门人并没有单独联系分坛的资格。具体的任务记录需放出暗号，等待分坛联络时再上报。还好，只要除掉守门人，所有线索便断在这里。不过，想把青阳观彻底摘出去，还需要一些手段。告诉我，所有潜伏在三乌城的杀手身份和藏身之所。他是你的了。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Quadra kill. Penta kill. Ace. 这样应该没人能怀疑到青阳观头上了。
根据江山楼情报，东阳郡主多日前大张旗鼓去纯阳山庄避暑，他本人却悄悄脱离，不知所踪。江山楼一路追查，发现东阳郡主和其部分亲随扮作行商，打算秘密潜入镇水郡。分坛计划在东城外落马山设伏，刺杀东阳郡主。所以今晚三巫城的刺客大部分都已经到城外集合。阎罗藩阎王的诡异能力能够杀人于无形，就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，对我也没有威胁。这次刺杀是个机会，或能借此潜伏在东阳郡主身边。世界茫茫大，寻找仙缘不亚于大海捞针，接近权贵，慢慢打探修仙世界，兴许是个老成之法。守门人说，东阳郡主的商队昨晚驻扎在昆城，今日凌晨出发，现在40过半，差不多也快到这里了。此时大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车队，几辆拉货的车用黑色的篷布裹着，后面还有2辆坐人的马车，外面20多个骑马的护卫，他们伪装成镖师，身上佩戴有刀剑，两侧林中似乎也有人影，看得出来他们保护的重点不是货物，而是马车里的人。白大哥，周大哥，果然是他们。什么人？白大哥，是我是虾仁。真是虾兄弟，虾兄弟，你母回家乡，我还以为以后见不到你了，没想到。虾兄弟，不知道你拦住我们，所谓何事？白大哥，我有要事禀告东阳郡主。你，白大哥不要误会，我是后来才猜到郡主身份。此地人多耳杂，如果白大哥信得过我，请借一步说话。郡主的行踪已经不是秘密，前方江山楼杀手已经埋伏在落马山，目标正是郡主。我意外得到消息，思及郡主和白大哥救命之恩，特地来报。你且在这里稍后片刻。所有人听令，驻马休息。是。家人拜见郡主。白统领，没想到你一时兴起救下的人，还能有这般恩义。郡主谬赞，当日有郡主默许，属下才敢下水救人。虾兄弟感念郡主大恩，才有此一举。李婆婆，找个幽静地方，让这位虾壮士仔细说说来龙去脉。小姐随老身来。随后，虾仁被白江兰和李婆婆一前一后看着，跟着他们走进林中，仔细说起缘由。来的路上，他心中早已经打好腹稿，抹去幽冥经和阎罗藩的存在。至于他一个才练武1年的人，如何能杀江山楼杀手，自然是天赋。无论那小子说的是真还是假，郡主的身份和行踪必然已经暴露。镇水王的态度暧昧不明，三巫城绝对去不得。那些伪地爪牙想必不会放弃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兵分2路，车队走大道转回昆城，吸引视线，郡主暗中脱离，走水路速回东阳郡。就怕那小子是伪地爪牙派来的，意图分化我等的力量。依老身看，那小子的身份根本无需验证，一刀杀了就是，也就不用担心他在路上通风报信。没想到这老太婆这么狠，阎罗藩还在马上，要是打起来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。请郡主三思，如果虾兄弟真的是感念郡主救命之恩，不顾自身安危前来通报，这么不明不白的杀了，岂不是？白统领，老身劝你一句，既然投到王爷手下做事，身上的江湖气还是早日洗掉为好。白统领，你确定他去年还不会武功？当日在船上，属下亲自检查过，他体内没有一丝真气，筋骨松弛，从未练过武。练武不到1年就能杀江山楼杀手，这等天赋，想必你我都未曾见过吧？口说无凭，白统领，劳烦你去试一试。是。虾兄弟。白
白大哥。原来没有阎罗翻，自己和真正的武林高手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。白大哥，你为什么打我？回禀郡主，以属下之见，虾兄弟的五感之敏锐，反应之迅捷，鲜有人能出其右，将山楼杀手精于易容，怜惜暗杀之术。这些手段在虾兄弟面前无所遁形，不敌虾兄弟也是正常。没想到小兄弟竟然有这般惊人的天赋，假以时日，必能成为顶尖高手。恭喜郡主，又得一员虎将。你们再试我。壮士莫怪，事关性命，安宁不得不谨慎行事，得蒙壮士救命之恩。待脱离险境后，安宁必有厚报。事不宜迟，老身这就去请月老过来，由白统领和月老护送小姐南下渡江，顺江而行，不出几日便可返回东阳郡。婆婆不和我一起走。这群护卫虽是王爷豢养的死士，但难免会有贪生怕死、不忠不孝之徒。老身要留下来坐镇，才能不让江山楼发现异样。小姐放心，老身会见机行事。婆婆您一定要小心，劳烦婆婆去把春桃叫进来吧。白统领，你也和婆婆同去，挑选几名护卫，牵马过来，我们轻装上路。遵命。小姐，老身和春桃先行回昆城，等小姐办完正事，便在昆城会合。虾公子，不知你手中木棍使用什么木材所制，光泽这般明亮。我家中小弟也喜耍棍棒，可惜自幼体弱多病，父母不许。这次回去，我正想给小弟带一根做礼物呢。回禀春桃姑娘，此棍乃是铁木之心所制，这种铁木生长在南方木子国，春桃姑娘找到木子国来的商户就能买到。我家小弟肯定喜欢，我先带他谢过虾公子了。小姐有令，即刻掉头回昆城。月老，春桃所言是真。回小姐，春桃姑娘家里确实有一幼弟，常年多病，几次险些夭折，一直用药吊着命。春桃姑娘的月钱也是尽数交给家里，联想过给幼弟买药治病。回府之后，月老记得拿我手谕，去锦玉医为春桃幼弟诊治，诊金要钱皆从王府提取，然后在府中找一个差事给他。方才是遗言。小姐恩德。白统领，此处向北，可有出路？穿过山有条小路，能到灵雾城，也可绕城而过，纵马疾驰，4天便能穿插至颍南郡。那便北去。月老路上放出兴趣，让父王派人到颍南郡接应。虾人穿越修仙世界，成为一名籍籍无名的散修，不仅没有资源，甚至连个活着的修仙者都找不到。寻仙无门的他，凭借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，成功混进了东阳郡主的车队，想要依靠权贵的力量打探修仙者的消息。走了一整天，始终没人追来，看来刺客是被诱饵吸引走了，也不知道那边能活下来几个。好歹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侍女，毫不犹豫就舍弃了。虾兄弟喝一口。多谢周大哥。虾兄弟，你怎地1年都不回家，不像你爹娘吗？想又如何？回村里只能过苦日子，出来说不定能出人头地，让他们也享受荣华富贵。此言差矣，爹娘最关心的是你，与家人团圆才是正理，荣华富贵算得了什么？有人，小心！快救郡主！阎王！
夏兄弟拦住他，我去救郡主。局势勉强稳定，只等月老脱身，便大局已定。阎王杀人太过诡异，暂时不要动用为好。这个声音不好，郡主小心！白统领，速战速决。总算结束了。白大哥，试试这个药方是曾经的一位御医传下的。多谢夏兄弟。放心吧，周大哥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可还等着吃你摸上来的九须鱼呢。多谢夏公子打飞毒针，救我一命。郡主谬赞了，此次全赖诸位护卫拼死相搏，才击毙刺客。郡主，韦帝爪牙紧追不舍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不如连夜赶路，早日抵达饮水郡，便能和援兵会合。夏公子，根据你的了解，江山楼在三巫城汇聚了多少杀手？有近30人。此次现身只有10人，说明我们的行踪并未彻底泄露。杀手不是分兵，就是被李婆婆他们拼死了大半。月老，如果我们连夜折返回三巫城，如何？郡主万万不可，那三巫城已经是虎狼之地，镇水王极有可能投靠韦帝，如今只剩我们几人，万一遇到围杀，就算拼死也难保郡主万全，无法向王爷交代。玉城大事，焉能牺牲？连月老你都不敢让我折返三巫城，韦帝爪牙定然想不到。至于镇水王，我却觉得他未必投靠了韦帝，否则不用使这种见不得光的伎俩。郡主，我意已决。白统领，你和周护卫同乘一匹马，带着断臂速回三巫城。镇水王府内有御医，说不定能断之在职。是。于是众人连夜赶路，一路上果然没有再遇到江山楼的杀手。凌晨时分，东阳郡主等人化整为零，混入商队，进城去见镇水王。虾仁则在城外找了个偏僻的院子，留下照顾水猴子。虾仁坐在院中，警惕着外面的动静，时刻准备跑路。他们所说的韦帝，应该就是当今大隋皇帝。江山楼从江湖组织变成了皇帝的人，难怪敢袭杀总督。如今大隋天灾不断，北地4郡纷纷扯旗造反，民间皆传言先皇无道，恐怕这位东阳王也看到机会，耐不住寂寞了。如果东阳王打出讨伐韦帝的旗号，首要做的就是拉拢镇水王，两郡一西一东，鼎立大隋南方。一旦联合，则后方无忧。所谓乱世出英雄，跟着东阳王造反，无疑是个良机。就算失败，大不了乱杀一通，逃往别国。回禀王爷，郡主这条断臂损坏的厉害，生机全无，而且时间间隔太长，怕是接不上了。那便劳烦御医帮周护卫止住血，处理好伤口，免得危及性命。遵命。安宁侄女放心，王御医医术通神，定能保住这位壮士性命。本王已经备下美酒盛宴，不如随我先去王府用膳。安宁本就是暗中来拜访叔叔，不必太过铺张。如今安宁心事已了，劳烦叔叔派人送我回东阳郡，以免父王心忧。既然安宁执意回去，本王立即调派手下最精锐的护卫送你回东阳郡。至于那江山楼，区区一江湖组织，竟敢暗杀王与贵胄。本王已经命人搜剿全郡，必让他们鸡犬不留，给大哥一个交代。如此，安宁多谢叔叔。自己此行前途未卜，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了。进入东阳王府后，虾仁被安排在一个小院里，一日3餐都有人送，但唯独不许出门乱走。接连几天没见到郡主，也没得到东阳王召见，期间只有白江兰来过一次。无人打扰，虾仁便一心扑在修炼幽冥经上。有了魂丹的辅助，虾仁感觉自己的修炼速度比第1层的时候还快。如果魂丹不缺，估计1年就能突破第3层。不过看他这个样子，怕是再取1枚就要崩溃了。也不知道他被榨干后还能否恢复。阴煞之气不知道是什么，人类魂魄倒是取之不尽，但恐怕要一个村一个村屠下去，才能满足修炼的需求。
虾兄弟，这是郡主吩咐我在王府武库中挑选的几门上乘武功。巡阅以来，外面发生了许多大事，我跟随郡主在外奔波，今日才得归。我看虾兄弟善使枪棒，便帮你挑选了这门夺魂枪。此枪法乃是一位使枪的武林名宿所创，精妙非常。冥王功是一门江湖中顶尖的内功心法，如果能在丹田孕育出一丝真气，你的武功必将更上一层楼。还有这门无影步，身法绝妙，还兼顾敛息逆影之能。自成一派，练到深处不比顶级轻功身法弱。虾兄弟可还满意？有劳白大哥费心，虾人感激不尽。虾兄弟，你依然坚持之前的想法吗？白大哥，我自幼便青木仙道，此心从未改变。大隋祖制，每逢新皇即位，承袭大宝，须在帝都朝圣山举行登基大典，封天禅地，以示君权神授，受命于天。彼时天空有仙霞满天，神乐阵阵，上天派仙鹤衔来地洗，方为真正人君。殊不知，我也是近来才知晓，所谓的受命于天只是假象，但仙鹤传喜却是真。不过地喜并非来自上天，而是仙师。那谁来做皇帝，岂不是由仙师指定就可以了？还争个什么？此言差矣。仙师并不干涉俗事，若为人君，须是最后定鼎天下之君，才会被仙师承认。在争霸的过程中，任何人都得不到仙师帮助。同样的，如果人君能力不够，被别人推翻，仙师亦不会插手。王爷难道？虾兄弟待在王府，有所不知，前段时间王爷亲书讨伪帝袭，隶属伪帝残暴昏聩之举，致使天灾不断，百姓生灵涂炭。如今檄文已传遍天下，大隋13郡除帝都3郡之外，皆有响应。王爷亲自举兵讨伐伪帝，如今群雄并起，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。这才过去1月，就以裹挟天下之势起兵造反，这个时候确实是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机。新帝登基之时，可以选定肱骨之臣，一同在朝圣山受封。我能为郡主做什么？是血衣楼。在王爷发出檄文之后，江山楼大举侵入东阳郡，藏匿暗处，行破坏、刺杀、窥匿之举。王爷大怒，郡主进言组建血衣楼，与江山楼针锋相对，同时担负潜入敌阵、刺探军情的职责。幽冥经带来的敏锐五感和阎罗幡拷问敌人的能力，确实适合这种特务组织。谁来做楼主？白大哥还是月老？我不入血衣楼。血衣楼主是王爷亲卫统领黑鹤真人，此人来历神秘，一身内力通神入化，我和月老自叹不如。不过血衣楼主之下会设立4位护法，月老便位列其中。白大哥武功这么高，为何？自我了结江湖恩怨，遁入王府之后，早已经失去了建功立业的雄心，如今也只愿做一护卫，安度一生。不过我手底下的兄弟却不甘平凡，到时还要虾兄弟帮忙照应。白大哥高看我了。虾兄弟莫要自谦，白某此前还从未听说过有人能从江山楼那群疯子嘴里撬出来情报。人人皆有隐秘，只要虾兄弟忠心王爷做事，我不会做节外生枝之事。血衣楼草创，郡主和月老想分裂双坛，阴坛散入江湖，针对江山楼行事，冰坛则深入前线，刺探军情。虾兄弟可以考虑考虑，在哪一个分坛做事。目前来说，魂丹才是首要之务，而亡魂最多的地方，无疑就是战场。入冰坛，借着俗世身份的遮掩，在战场上收集亡魂，边提升修为，边做图谋。就算不是为了寻仙，也能解决眼下最大的难题。当晚，月老来访，密谈许久。虾人收拾好自己的行囊，跟随月老去见了郡主一面，随后悄悄离开王府，不知所踪。这都快到未时了，刘季那小子咋还不来？再等1个时辰，老郑你去盯紧那几个失州的富户，天黑之前必须进城。好嘞。张文奎不是让你紧跟着王将军，为何私自离开？回禀堂主，那个流氓行军路过无缝县的时候，看见县令家中女眷自容居家，便见色起意，把无缝县团团围住。就算他能攻下无缝县，后天也赶不过来了。那孙子早晚死在女人肚皮上。本来约定2路偏师后天凌晨合兵一处，奇袭河宁县。现在王刘带着兵追女人去了，这边兵力锐减，还有多大把握破城？送上门的功劳他不要，就别怪兄弟们吃独食。
这次咱们兄弟多费心，帮穆将军拿下河宁县。事成之后，我亲自向郡主为你们请功。我妹妹打破了你的碗，我们赔你钱就是，你不能把她带走。你懂个屁！老子的碗是从那什么黑窑？白窑。对，白窑出的碗，一个碗就值几百两银子，把你们几个小轿子都卖了也不够。老子只要那小丫头片子，算是便宜你们了。小妹妹，跟着哥哥走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跟这些毛都没长齐的毛孩子有什么趣味？小轿子，要不是你亲妹妹，用你来多管闲事儿，识相点，滚一边去！堂主，他们欺人太甚，咱要不要管管？我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张大侠？呸！干你娘！有种你就捅下去，捅死爷爷！你想带走哪个就带哪个。老周 ，OK。去你丫的！儿子，真的是你？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。爹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爹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操！小侄子别怕，告诉你叔谁欺负你了，你叔给你报仇。多谢恩公救命之恩。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我叫小六子，今年15，从小没爹没娘，没名没姓。读过书？要饭的时候，一位夫子收留我在学堂过夜，跟着听过3年书。后来夫子死了，就被赶出来了。你自己还要饭，怎么愿意带这么多累赘？夫子收留我的时候说过，救一条命就积一层福，下辈子能投个好胎。那几个人走了，你们也走吧，别往北了，免得再遇上他们。求恩公收留我们。我自己都吃不饱，收留你们干什么？我们什么都能干，我妹妹能洗衣做饭，我们能干力气活，恩公给我们一口饭吃就行，我们什么都听您的。让你杀人你也杀？能杀，我弟弟妹妹没了爹娘，差点被人煮了吃了，别人能杀，我也能。杀人还怎么积福？那就多救几个，比杀的多就能积福。堂主真要收留他们，也是时候着手建设杀手梯队了。你想跟着我可以，但得先认一个死人当爹。你不用管他什么身份，只记住他叫吴哑巴就行。你就叫吴传宗，得年年给他烧纸，给吴家传香火。你愿不愿意？愿意。不管老吴原本姓甚名谁，许诺过给老吴找个儿子，就让他姓吴，不算食言。堂主，刘季出城了。回禀堂主，河宁县主事共有3个，县令名叫李继，此人乃是江州知州的心腹，恐难以招降。主簿姓马，油滑世故，无需重视。再有就是一个叫楚大壮的人，此人不是官，但如今县中衙役和民壮均由此人统领，想要破城，必须拿下此人。这个者大壮不是官，焉能服众？此人是玄祭祀弟子，拜玄祭祀罗汉堂首座为师，进的真传，一身武功非常了得，在江湖上素有莽和尚的尊号。原来是他，大隋江湖中2大武林圣地之一的玄祭祀，传说有先天高手坐镇，地位超然，连官府也要对他们礼让3分，甚至连朝廷里的大内高手很多都出自这处圣地。属下有2计，一个是挟持县令李继，以威逼楚大壮开城门；另一个则是下毒，只要毒杀楚大壮，大事可成。不过，此2计都要有合适的时机。属下今日得知，李继欲在大后天晚上宴请河宁县乡老，共商流民作乱、安静地方等事，到时属下可带人混入其中，趁乱。哼，几步正好。刘兄弟可能不知道，我在城外刚接到王刘将军飞鸽传讯，阴山路难走，需要耽搁2天才能到。如此就按你说的去做，派人通知穆将军，大后天按照计划行事，次日凌晨开城门。下堂主英明，江州山险连深，耽搁1-2天也是正常。如此一来，时间刚好。哼。刘季果然和王刘有勾搭，而且是白衣秀才传下的命令，而白衣秀才是黑鹤真人的亲信，那就说明黑鹤真人很有可能已经向世子靠拢了。这对郡主来说是个坏消息。大局未定，各方就开始有小心思了。
谁当皇帝我不在乎，但郡主许诺给我朝圣山受封的资格，就算是世子也不能阻止我。刘季叛变，暗中投靠韦帝，已被我掌毙。他手下之人不足为信，这些是他们的藏身之处。尸体处理干净，做完事后去城门处与我会合。何方宵小？真气外放，莽和尚难道已经突破先天？不对，房间里有2个人。师尊，此人可能是逆贼爪牙。莽和尚的师尊玄寂寺罗汉堂首座元觉上人。糟糕，踢到铁板了！元觉上人是玄寂寺明面上第一高手，修为已入先天，多年前外出寻仙，不知所踪。没想到这个时候返回大隋，还恰好被自己撞上。你是修仙者？老和尚，我本不欲多造杀孽，你若就此离开，便放你一条生路。狗东西，你在磨蹭什么？还不快杀了他！怎么回事？阎王平日里遇到生人就像看到诱人美食，现在面对老和尚却在畏惧，不敢上前。少林武功至阳至刚，这和尚虽老，但体内气血旺盛，赤红如火。而我平时为了防止阎王反噬，一直不敢让他吞噬太多魂魄，却没想到先天高手旺盛的气血竟能克制鬼物。怎么办？如今以我自己的功力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愿刚才的话能唬住这老和尚。不好！如果元觉上人外出游历是为了求仙，那他见到一个修仙者在自己面前虚张声势，他会做什么？装神弄鬼。有刺客，快！我没死。小子，交出修仙法门，贫僧可留你一命。楚大人，属下方才听到附近有动静，恐有刺客作乱，特意带人前来护卫。楚大人，楚大人，阎王过来！听着，现在外面的人都是你的，任你吞噬，我绝不阻拦。吞够了，立刻回来，杀了那个老家伙。这老和尚没有拿到修仙法门，不会轻易杀了我。先天高手脑子坏了才会去跟他拼命，反正他拿着魂幡也没用，不如先溜。小子，只要你拿出法门，我可收你为关门弟子，并且全祭祀的武功任你挑选，届时你我共谋仙路，岂不共赢？老东西，说这话前也不看看自己的样子，你的贪婪都已经写在脸上了。如此机缘却在你一个毛头小子手里，可真是暴殄天物。怎么嫉妒了？几十年前也有一个修仙者像你一样，可惜……什么意思？狗东西，还不快回来！罢了，就封了你的穴道，随我回玄寂寺苦修一段时间吧。我命休矣。
这1年来无往不利，自觉在这大隋无敌，可这次连修仙者都没见到，就险些折在凡人手里。以后无论遇到任何对手，都务必谨慎。原来如此，江湖上剑蟒斩仙师的传说竟然来自玄寂寺。几十年前，玄寂寺以2位先天祖师一死一伤的代价击杀了1位修仙者，但是却并没有找到他们期待的修仙法门，仅有一个紫色铃铛、2张符纸以及1个玉简。而元觉上人外出游历，目的就是想找到破解铃铛和玉简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东西目前还放在玄寂寺。这起火了！李县令为何还不派人救火？壮士饶命！壮士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吩咐，小老儿一定照办。求壮士放小老儿一条生路。出去安抚好百姓。今晚子时带着大印去开城门，如果误了时辰，仔细你全家的性命。壮士放心，小老儿绝对把事情办妥当。河宁县城破，江州权贵惊慌失措，昏招迭出，兵败如山倒。在城破第2天，虾仁离开了河宁县。后来听说王刘大发雷霆，虾仁当然不在乎。不到3个月，江州州城沦陷。这时，虾仁已经在江州浑武县待了1月之久。卡在第3层瓶颈处，已经持续了整整1个月。突破第2层时，明明非常顺利，自己就算不是天才，中人之资也可以接受，总不能是蠢材吧？堂主，周将军到了。快有请。末将周明光见过虾先生。周将军何必多礼？自番劳烦周将军绕路来浑武县，虾人心中一直惶恐不安，生怕误了提督大人的军机大事。末将不敢。虾先生，提督大人麾下弩兵营都让末将带了过来，和500把神秘弩，听从先生调遣。好。不过，虾先生，末将听说玄寂寺里有先天高手坐镇，区区500弩兵，恐怕……周将军不用担心。如果先天高手敢出手，自有我来应付。唯一可虑的是，玄寂寺众僧桀骜不驯，不服王化，所以才需周将军带兵震慑。如果他们识相，认罪领罚，王爷也不想赶尽杀绝。我已经准备好酒肉，劳烦周将军带回去犒赏兵将。明日一早动身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末将遵命。换火箭，且慢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元真，敢问将军名姓？某乃周明光，区区不才，在王爷麾下为将。周将军，玄寂寺中具是出家之人，向来心怀慈悲，常伴青灯古佛，不沾惹俗事，不知究竟犯了何事，值得将军引兵来讨。青灯古佛，哼！都灵县里帮助伪帝守城的僧兵屠杀我东阳儿郎无数，难道是别家弟子？周将军有所不知，那些僧兵仅在玄寂寺学艺，下山后便和玄寂寺再无干系，此中情由，贫僧早已向世子当面解释，将军一问便知。贼秃还敢巧言舌辩，欺骗世子！本将军正是奉了王爷之命前来剿了尔等逆贼，这个人你敢说你不认识？师祖。玄寂寺罗汉堂首座，法号元觉，此人身居首座高位，却甘做伪帝爪牙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贼秃驴还有何话说？胡说！师父是先天高手，凭你们这些反贼，绝不可能是师父的对手。你们到底用了什么毒计，害我师父？看来玄寂寺的伪帝走狗不止元觉一个，所有人听令，给我进寺去搜，敢抗命者格杀勿论。阿弥陀佛，周将军，元觉师弟游历天下，至今已10年未归，他应是刚回大隋，不清楚真相，一时糊涂才被伪帝蒙蔽。玄寂寺众僧绝无可能做伪帝爪牙，请周将军明鉴。方丈是出家之人，德高望重，想必不会狂语。不过玄寂寺僧人众多，难免良莠不齐，方丈不必担忧。本将军会约束众兵将，只抓伪帝爪牙，绝不会滥杀无辜。
天下武功出少林，这就是每一个江湖人士心中的圣地，还真是好定力。这里还有一条路，来人，给我仔细搜。周将军不可，前面是本寺祖师闭关静修之所，万万不可打扰。狗屁祖师，不仔细搜过，谁知道到底是什么人？方丈这般心虚，难道里面的人见不得光不成？也好，就请周将军仔细搜查，洗脱本寺冤屈。不过魔崖之中确实有本寺祖师清修，还请将军通融，让老僧先去请祖师出关，以免扰乱祖师功力，酿下大错。好险，刚才确实感觉到一股杀意，也不知道这么近的距离，夏先生能不能护住我？方丈请便。